我妈给了我一座湖景森林别墅。那你自就一下，这好像是喊的鬼子买的，我说有条铁丝那个门出，选的鬼子了。我妈果然懂我啊，肯定是给我安排了一个犹如梦幻花园般的大房子。这还用得着工作吗？没想到我年纪轻轻竟实现了理想的退休生活，想到这放在事业的伤痛全抛到脑后了。有种预感。这是别墅，这叫湖吗？这外没水了。好有半天，有山有水，这人我要赶快的。那么我还得给你们其他的这一块出下。还有这种好事。我本你稍微守一下就好了。我去，很重吗？很重啊。东西倒是挺多的，可以优于改造，变作魔法。听说这是个厨房。得做一个集成灶，这都能开了。还有一个打扫行程，我的老鼠屎了。充满生命力。这不是谁也在这里，所以我进它是一把汗。我还是存裕。看来我对这叠野的期望还是太高了。房子是以前我爸妈斥巨资投资畜牧业渔业时期给工作人员的临时住房。至于旁边的，这几天正在放水捞鱼。神马生年，正好赶上进猪，过去看看。妈，该不会叫我回来养猪吧？好吧，为了实现理想中的庄园生活，并且节省预算，我打算自己动手改造它，叫上家人朋友，冬天在湖边打火锅，夏天在院子里远眺吹风，内外墙修补翻新，院子种满花草树木，再布置一下书房卧室，一起来期待一下吧。破旧的老屋，发黑的墙，杂草，充满生命力。那还有个燕窝，就连装修也都是上世纪的风格。但不得不说，这个地方风景优美，空气清新。房子的马赛克外墙，我打算刷一层防水墙漆，种些花草爬在墙上。铁皮屋檐给改一个别致的款式，旁边的亭子搞个茶桌，约上朋友下午茶、森林派对。室内的墙面也全部刷漆翻新，刷的老式灶台，做一个集成灶。做饭的时候还能欣赏一下窗外的山景。至于水泥地面和土红色的滴脚线地砖，之后再说吧。我还是存裕。窗户改成优美的平原风，再把这个房间做成工作室，边办公边欣赏森林湖景。疯狂心动，还有很多闲着的旧柜子、床架、小桌子、木板等各种天然物件。就不改造一下，也能省下不少费用。然后给户外院子修个大大的草坪，种成梦幻花园，叫上家人朋友，冬天在湖边打火锅，夏天在院子里远眺吹风，这生活想想就美好呢。不说了，不说了，明天就开始动工。为保证效率，叫上我的工具人老弟。在一番商量后，造电工具。秀了，这个工具准备完毕，开干。什么时候啊？关键时刻还是得请外人。等等，这手里拿的是？换上正好，戴上面罩。没想到不到半小时，我爸竟然把我除几天才能除完的杂草给全干完了。我爸除了帅，还撒野灰。剩下的交给你了，我不管了。吃点草怎么办啊？你看着办呗。于是我一天都在清杂草。我真不是那么好干。第二天，请了隔壁村的2位阿姨帮忙清除地上的枯草。这些成年老草已经深深扎根在地底下，必须浇点水才能斩草除根。然后我问邻居借了个紧急车，阿姨们铲草，我便负责帮小草们寻找新的扎根地。我倒，我踩。塑料垃圾收起来。忙活了一整天，我这是腰又酸背又疼的。原本快被杂草埋没的小房子，终于重见天日啦！虽然干活很累，但今天又是充实满满的一天。看着改造的小屋进步又多了一点，我好像更有信心啦！明天终于到了，就可以播种我梦想中的大草坪啦！我们下期见。
我花了2天时间把屋外的杂草清除了，却没想到屋内的卫生更让我崩溃。全是杂物和垃圾。我今天非把这收拾了。又是个旧屋改造的好屋，还有古董床架。我还是这手进来的最多老头屎。看看这旺盛的生命力，原来的床太小了，只能先材料。看看之后怎么用。虽然东西巨多巨麻烦，但是收拾的过程还是很解压的，特别是最后打扫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用水冲一冲好了。折腾了2天，终于把卫生搞好了。看着斑驳的阳光洒进屋子，我似乎能看见它改造过的美好样子了。那么问题来了，你们说我是改造成复古田园风，还是现代极简风呢？上一周我把户外的杂草给清除了，把杂物也收拾完毕。我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入住了，可这发黑掉落的墙皮，本想着刷个漆就得了，这应该不能直接刷漆。于是我决定先从铲墙皮开始。5块钱买了把铲刀，不就是铲墙皮吗？把过期的墙角铲掉，发霉的墙弹起来补点口，把风化的皮胶件给铲了。铲到后面才发现，原来最难搞的是天花，类似针类结呀，是针结呀。还看什么修马蹄，都来看我铲墙皮。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的房子就喜欢到处钉钉子，铲皮一时爽。打完墙皮还得补点腻子才能刷漆，请个师傅吧，没人送的来快，不一定搞定，还是自己动手吧。花了30多买了3个腻子粉，再买个刮刀。有师傅准备上线了，吸取教训，这次铺上保护膜，上腻了。万能老爸现场教程，我好像学会了。这样下去，我手臂应该能瘦一圈。显示一下。这样是正常。好像天花难度更高，先劈一面墙，先练手好了。嘿嘿，这手法是越来越熟练了，开始劈天花。下午就劈了这么一点点。我爸终于看不下去了。1轮教学后，自己慢慢倒着。既然已经开始了，就没有放弃的道理。这已经是第3桶了。谁能想到，刮个腻子就刮了我5天。虽然没有专业师傅刮得完美，不过看着墙面由黑到白，由残缺到完整，顿时成就感满满的。下一步就是用墙漆刷成那种温暖治愈的颜色。对了，还想跳个色，你们说我是刷个绿野仙踪，还是活力的暖色呢？事情是这样的，我自己刮腻子刮了5天，虽然看起来比之前干净了不少，可这斑驳的痕迹还是无法掩饰整座房子显露出来的年代感。为了能让空间看起来更有质感，我决定自己刷漆。准备就绪，先打磨一下腻子，防尘工作还算到位。希望打磨后能更平整一些。我本以为铲墙皮刮腻子是最累的活，结果打磨直接教会我做人。连鼻毛都是灰填的，还是买好点。接下来就可以刷漆啦。这次打算乳胶漆，我根据自己喜欢的温暖的感觉，拿了一款不会出错又百搭的颜色。先用底漆在腻子墙上刷一层，还没上色就已经累了。是我想要的颜色。用刷子先把阴角涂满。刷漆真的太治愈了，看看这丝滑程度，简直不要太刷，这个颜色太好看了，要刷墙的姐妹一眼冲。刷2遍面漆就非常 OK 了。刷墙漆一定要贴好地面和插座保护措施，不然就像我这样。顺便给踢脚线换个衣服，现在整个屋子看起来终于有点样子啦。床上定了方棉杆，自己安装。又买了窗帘。Music， 错了，再来。终于要对这个纯欲风的窗户下手了。
为了把窗外的美好景色引入室内，首先得去掉这些丑丑的铁栏杆。只要有工具，总难不倒我。这种活徒手可办不到，把中间木条取了，铁栏杆就很容易扒下了。碰到一根老顽固，小问题，这也难不倒我。嘿嘿，这不，整个视野就非常开阔啦。不过，请先记住它现在的样子。用防水腻子先补补开裂的地方，就连这个洞口我也偷懒用蛇补的。没想到这个木框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么结实，一直很喜欢干净的窗户，让窗外的绿意美景能够尽收眼底。为了实现心目中的效果，老旧的零件和玻璃是不能要了，之后再换上新的高透玻璃。就是这个颜色跟我想要的感觉不太搭，墙漆的颜色有点偏米杏色，所以窗户我选了个高级的白，能够与墙面的颜色区分开。我可太喜欢刷漆，滚刷和小刷子交替使用。刷完第一遍是不是已经开始有感觉啦？不过最好还是刷2遍，能够把之前的颜色覆盖得更均匀。之前的荷叶生锈了，但我新买的荷叶尺寸偏大，小问题，切掉多余的就解决了。迫不及待要装上去了。再来个陶瓷把手，然后我打算自己做个窗帘，比小窗锦上添花一番。装窗帘轨道我已经很熟练了。翻出压箱底的我的朋友刃机，就在网上捡漏淘了4米布，却发现这边没有剪刀，也不是完全没有。对半剪开，再把毛边的地方收下边就好啦。如果没有缝纫机，手动这些活也不是不可以。最后用这种带挂钩的夹子，连褶皱夹起来，直接挂到轨道上就完成了。一起来看看改造效果吧。你是人间。第4周，我把我妈的房门给拆了。在挨了一顿骂之后，我只花了50块把它改成了这样。事情是这样的，之前的门实在是太破了，本来想着换个门可能好看点，可这个门框这么多年了，款式和质量实在不咋地。我觉得与其改造它，不如直接拆掉换新的来得快，就是可能会被我妈打。但心里还有一丝侥幸，万一我改得好看呢，我妈说不定一高兴再给我一套别墅。但不得不说，这老房子的门框虽然破，以前的工艺还是挺巧妙结实的，居然直接把门框嵌在了地底下。要不是这门已经被重铸的差不多了，我还真拆不下来。这也太舒适了，怎么有一种挖耳屎的感觉？接下来我打算自己做个这样的拱门。造门第一步，先用泡沫胶把之前的洞给补上，等固化之后，用小刀裁去多余的部分，与其他墙面齐平，然后用石膏粉找平墙面。在找平的过程中，我觉得之前的泡沫胶真的很多余，还不如直接抹石膏，可能更平整。50块钱网上订了拱门的造型，在侧面都打上泡沫胶，把之前的墙皮铲掉，增加摩擦力，直接摁到墙上，等个几分钟，把另一边也搞上。等泡沫胶固化后，把多余的部分去掉，在周围补点粘胶石膏粉，挂上网抹平，防止开裂，再用腻子粉糊一层。腻子干透后打磨一下。墙漆我用了之前这款与全屋墙面统一的色号，刷上去与其他的墙面完整的融合在一起，这样看起来就没有一点痕迹与色差啦。总觉得还差点。再自己做个门帘吧，这次用的是垂坠感很强很丝滑的绒布，裁到合适的尺寸之后，固定一下布带的位置，然后拿出我的老朋友缝纫机，把布带和布料缝合在一起，收个边就可以了。用是爪多穿起来，能让门帘褶皱看起来更均匀。到现在整个拱门就改造完成啦，一起来看看改造成果吧。就是这个地面被我之前搞得乱七八糟，很喜欢木地板，但是太爱贴砖吧，自己的技术又不过关，上网搜了下，想只花300块做一个这样的自流平地面。网上买了200多的自流平水泥，打算自己动手把客厅和卧室通通搞定。整着水泥不由得让我想起搅拌了1个星期女子的时光，太难了。可是当我这颜色也太深了。怎么记得我买的这种来着？哎，到都到了，没有回头路了。
可是这微水泥干得巨快，我倒下去不到30秒，它就快凝固了。而且这到处都是坑坑洼洼，抹都抹不平，不行，得想个办法拯救一下。花了100买了些白色的地平漆，试图掩盖我一冲动而刷的石灰色的水泥。先刷个底漆，刷了白色的地平漆之后，终于稍微拯救回来那么一点点，但是这粗糙的感觉还是解决不了。咱就是说，以后这种活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干吧。不过最后补充一句，白色地面的搭配我给你们试过了，还是很好看的，奶乎乎的，很温柔，也很干净。散会。荒废多年的田子，没错，就在这里修。请先记录它现在的样子。也不知道这里原来经历过什么，竟然有这么多的杂物和垃圾，光是清扫现场，估计都能拉满一货车。这地面都结块了，又开始新一轮的铲。而且房顶也漏水了。这么专业的活，我爸又会拉着我上了房顶，于是果然站得越高，风景越美呀。我们用旧的铁皮小心地给房顶补漏洞，再用重物压住，防止吹跑。这太假了！漏雨的问题，在我和我爸妈的努力之下，暂时解决啦。我爸说，这个木头被雨水腐蚀后变得太破败了，说什么也要锯掉。接下来就是我大展身手的时候了，在专业工具的帮助下，了解了最佳的外观和使用尺寸，还有所需要的材料、水电如何改造等等，准备自己设计我的梦中情书。说干就干，第2天就开始安排了。安逸万丽闪，2500块砖，1车石灰油，还有5包平均100斤的水泥。材料都准备完毕，明天就要实现我的梦中情书啦！一起来期待吧！上一周已经把所有杂物和垃圾清除了，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做橱柜啦。先打开注小帮看看怎么设计。根据提示，在当地先买了1车沙，2500块砖，1盒石灰油。今天开工。材料都到了，与我爸讨论了一下橱柜的难度，他决定还是把这项重任交给专业的师傅。2位师傅来了之后，就开始和水泥，又开始砌墙。果然不出1天功夫，打底的几面墙很快就起来了。难度在于我想要的这种橱柜，每个盒子有不同的使用功能，所以尺寸也不一样。师傅说他只会砌墙，我只好拿着图纸一边讲解，他一边砌柜子。在学习了1天之后，我忽然觉得我可以了，那是不是可以加快进度，省点人工呢？老师傅终于看不下去了，心想着连休息一下抽个烟都不得安宁。可是我感觉我是越帮越忙，还是等师傅们砌完我再开始吧。砌了一半，问题来了，柜子的加工层得想个办法加固。再用注小帮参考下案例吧，选择自己家的户型和面积，1秒就能匹配出上万套各种风格的设计案例，都可以免费参考借鉴。包括软装的布局、柜子如何设计都有详细的说明。照着装修，既能省钱，又能装出高级感。家里想要装修的，都可以提前来取经。于是去建材市场买了一些80×80的瓷砖，这3块钱一片，一共买了14片。师傅把它切割到合适的尺寸，横放在红砖上做支撑，然后放1层水泥搭钢钉，抹平。等凝固之后就是这样啦。有位老师傅请假，于是我1天都在。运沙子，搬砖，和水泥，砌墙。这个厨台要是能圆满完工，那我可太有成就感了。自己设计，自己动手，一点一点把它砌成自己想象的样子。整个过程下来，腰又酸，背又痛，不但让我了解了做房子最基本的泥砖材料的使用，也明白了建筑工人的辛苦和不容易。忙活了整整5天，厨台终于成型啦！接下来就可以刷成唯美的漆面，进入我最喜欢的布置环节啦。我们下期见。我打算用腻子粉先收拾一下，刮腻子这项工作我可是轻车熟路了。但凭我的技术，不知道刮到猴年马月。算了，还是直接刷漆吧。为了刷这个白色漆，太阳底下暴晒了1整天，要是不好看，我就铺给你看。
但是这里的风景也太好看，简直像漫画一样。在大自然里做饭真是太美好了。之前很多铁铁问我怎么把装修预算控制得这么好的，其实我全程都在中小包上取经，只要输入户型面积就能获得详细的报价，根据不同地方还能预估人工费、材料费和软装家电的预算。家里想装修的都可以提前来做功课，还能避免很多装修的坑。于是，在预算范围内买了个白色的集成灶，搭配我的白色厨台。一安装好，我妈就迫不及待要炒几个菜。哇，好香啊！一起来看看改造效果吧。给橱柜装个类似这样的门板，不就好了吗？哎，趁我妈不在，把这个旧床板费用捏一下，应该能发挥它更多的价值。这不得大显身手一番。用家里组成的切割机，用家里组成的切割机，先把木板裁成合适的尺寸，这不就是现成的实木门板吗？然后用木蜡油涂抹一遍，防潮防蛀，估计呀等我退休，再装上门板小配件，让它打孔，还是在侧面打孔吧。然后装上，搞定。你这不是要装洗碗机吗？哎呦，这个柜子是我用来解放双手的大宝贝——洗碗机。厨房整体是白色的，所以洗碗机也选了白色原木款，跟我的橱柜简直完美契合。师傅咔咔几下帮我装好后，都做大了。大的小问题，能用就行。痛苦，真的很痛苦，因为每次家庭聚餐，最后都是我在洗碗，每次都要1个小时。凡事不用学，我还是要干。把其余几个柜门也装上后，好看，就是床板不够，没关系，我有布料。我上辈子肯定是个裁缝，刚收起来的缝纫机，这回又用上了。车几块布串在伸缩杆上，然后搞定。来，看看我现在的小厨房吧。我把家里闲置的玻璃瓶改造成了限量版的装饰品，看看我是怎么改造成功的吧。你们家里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玻璃容器？我是个非常爱收集玻璃制品的人，家里的角落都能看到各种瓶瓶罐罐，打算扔了吧，但又总觉得它还有用。今天就打算把它们都改造成艺术品。先把这些脏脏的玻璃瓶用洗碗机清洗干净，如果没有洗碗机，这些污渍不知道要清洗到什么时候。洗完了是不是贼干净？制作之前可以先构思一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图案，植物、卡通或者大师作品都是可以临摹的。个人很喜欢鲜花，便参考了一些形态优美的花朵，先把它们画到纸上，如果懒的话可以直接打印出来，然后把画压在玻璃的底部，用立体勾线笔把轮廓慢慢的勾出来，放不进去，只能徒手画了。等干了之后就变成了3D 的，接下来就可以用玻璃画颜料进行填色了，可以填实色，也可以画出像这样渐变的效果。我们去洗碗机洗一下，看看会不会掉色。亮晶晶的太治愈了，摸起来还暖暖的。实验证明，这个玻璃艺术品改造成功，一起动手试试看吧。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air, 'cause I don't even care. Burn up, dance until the sun.